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又来分享包包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是哪一只包吧。这个是肩带，从标题大家就应该已经知道了。今天来分享的这只是爱马仕的 Mini Evelyn。那我会大概介绍一下 Evelyn 这款包的基本信息，包括常见的尺寸啊、皮质，大家看一下包内外的结构，装得下些什么东西，最后是上身的效果，还有几种调节肩带长度的方法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尺寸吧。那目前 Evelyn 的话，应该是有4个尺寸，那应该是说它的这个宽度分别是16厘米、29厘米、33厘米，还有40厘米。那我的这只呢是16厘米的，那就是 Evelyn Mini，或者有时候也叫 TPM。那这个尺寸是最受欢迎，也是最难买的那它的宽度的话，就刚刚说了，大概是16厘米。我实际量的话，大概是有17厘米那么宽。那长度的话，大概是18厘米。下面这个底部的宽度的话，大概是5.5厘米的样子。那接下来说一下皮质。Evelyn 这款包最常见的皮质应该是 Clemens 和 Epsom 的。那我这个包的话比较特别，我这个包的皮质是 Barinia， 应该是叫福宝马鞍皮。那这个皮的话是比较稀少的，应该是爱马仕传承皮当中的一个。那这个福宝马鞍皮的话，它是颜色比它经典的那个金棕色稍微深一点，皮质是自带原有的香味，特别的耐磨。然后皮质据说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所以比较耐刮。这个皮的话不怕水，正好我朋友有这一款包的 Clemens 皮，我就借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正好可以对比一下。那这个包的话就是爱马仕经典的金棕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和这个福宝皮比的话，就远看的话其实颜色非常像，但是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金棕色要稍微浅一点。Clemens 皮的话非常柔软，整个包的话比较有型。Clemens 皮的颗粒也相对要大一些，这个马鞍皮的皮质就小很多。再拿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。那 Clemens 皮的话就是 Mini Evelyn 最常见的皮质了。那这个皮的优点呢，皮质非常的柔软，比较耐刮。那它的缺点呢，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皮质就会比较重，并且这个皮质是怕水的，所以下雨天啊，就尽量不要用这个皮质的包。那马鞍皮的话呢，相比下这个 Clemens 皮，就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整个包型是要硬挺很多，它这个皮质的颗粒要细致一些。这个皮应该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，所以它自带皮质原有的香味，也是特别的耐磨，皮质是不怕水的，所以这是它的优点。这个包呢配了一条肩带，肩带的材质应该是这种帆布的，下面这里是皮质的。我的这个是金扣，它还有银扣的。肩带的长度我大概量了一下，大概是113厘米。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把它扣上，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包的购买途径还有价格吧。这个包在店里的话也是比较难买的，就是新顾客的话，如果是比较热门的颜色，像3大金刚色呀、黑色、大象灰、棕色、白色之类的，应该是不是很好买的。彩色的有可能可以walk in 买到。我的话也是一直跟 sales 有买东西，然后和他说了很想要这个包，给了他几个颜色的选择，也还是等了挺长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就 offer 了这个包。那还有一个途径的话，就是可以在爱马仕的官网上面买。我自己的话是从来都没有抢到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官网的话也是非常难买到的。价格的话，不同的皮质稍微会有大概几百美金的区别。那目前的价格，在美国的话，TC 皮应该是税前2050刀，其他皮质的话，相应会稍微贵一点或者稍微便宜一点就大概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包的构造吧。那应该大部分人背这个包都是把这一面背在前面的，但是据我查了一下，其实设计师设计的初衷，这个应该是它的背面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这个扣环这里是没有办法打开的，这个其实才是它的正面。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扣环是可以打开的。后面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隔层。我们看一下里面，有一点难看清楚。那里面的话就是没有任何隔层，非常大的一个洞。因为它这个包本身的尺寸是非常小的，所以它里面没有隔层，反而我觉得是很实用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装得下些什么东西吧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日常版，就是日常必备的东西能装得下哪些。第一个还是手机，这个是 iPhone 8 Plus，和现在的14 Pro 应该是一样的大小。装进去，这是我一个 LV 的钥匙包，装进去没问题。现在出门的话，我都要带一个这个免洗洗手液，接着是带一个小的粉饼，带一支口红，带一个护手霜，再带一个 AirPods，有一个防虫的。哇，
这个真的很能装。再塞一包纸巾，我们看一下塞不塞得下墨镜。有一点点勉强，就这样就伸出来不是特别好看了。但是我重新整理一下，我把 AirPods 先拿出来，把墨镜塞下去，因为这个墨镜稍微有点高。好，然后我再塞这个纸巾，把 AirPod 放在这里。完全没问题。侧面这里其实都还有很多空间呢。那我们再装一盒 Mix。OK， 然后把它扣上。这些地方好像稍微有一点紧张，但其实侧面的话，这些都还有一些空间。后面看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包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就你装东西的时候稍微整理一下，那就可以避免这些地方凸出来可能不那么好看。还有的话就是可能可以买一个包里面的内衬，那就会让包更有型。这些东西的话也可能更好收纳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如果是带它出国旅游的话，能不能装得下护照，还有旅行的时候必备的东西。那我拿了一个我的护照夹，护照的话应该比这个稍微小一点，先把它塞进去，然后还是一样的手机。太阳镜，然后我的钥匙包。我这个钥匙包的话，里面是加了我的 ID， 还有2张信用卡，还有我所有的钥匙，所以我就一般不会再带额外的卡包了。那我们还是带一个洗手液吧，或者先把粉饼装进去，装一支口红，护手霜，我的 AirPods， 一包纸巾。没问题。其实我还可以把这一大盒 mint 装进去。好了，还是和刚刚一样，这些地方有一点凸出来了。我自己的话其实是不介意的，但是如果你介意的话，可能就稍微少放一点东西，或者你买一个包中包，可能可以收纳的更好一点。那如果是要出国旅行的话，这个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，因为基本上我需要的东西它都能装下了，而且其实还有一些空间。那唯一的缺点的话，就是它这个上面是没有拉链的，只有这么一个小的锁扣，也比较的容易打开。所以平时背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把这一面背带朝外面，那里面这个扣是对着你自己的，所以其实别人可能也很难真的把你的包打开。但如果你去游乐场玩，要是坐过山车啊之类的，你里面的东西还是有可能掉出来，那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一下。那这就是这个包的测评了。我觉得它作为爱马仕里面价位现在比较低的一款包，是非常实用的，而且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背，容量很大，背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有好几种背法。总的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款包，还是很推荐入手的。那因为这个视频有点长了，所以我会把上身效果，还有这个包的好几种背法放到下一个视频里面。那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要是还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